诸君请静听，今天我们将走进一位以智慧改写春秋格局的政治巨匠管仲。他本是齐国的罪臣，在鲍叔牙的极力推荐下被赦免重用，从此施展抱负，辅佐齐桓公成就春秋首霸。他推行尊王攘夷，大刀阔斧进行改革，使齐国一跃成为富甲一方的强国。在管仲的治理下，齐国既有繁荣的经济，又有强悍的军力，更在外交上呼风唤雨，成为天下诸侯争相依附的盟主之邦。今天我们将穿越时空，探寻管仲从囚徒到宰相，从卑微到巅峰的传奇人生。管仲的出身并不显赫，甚至可以说贫困。他早年与鲍叔牙相交，两人情谊深厚，鲍叔牙对管仲的了解超越了所有人的偏见。管仲多次经商，却每每亏本，鲍叔牙反而说，不是他不懂经商，而是时运不济。管仲曾多次为官，却屡遭罢黜，鲍叔牙也从不讥讽他，反而说管仲不遇明主，并非他才不配位。甚至在战场上，管仲曾3次临阵脱逃，鲍叔牙不怪他胆怯，理解他是因为需要奉养母亲才牺牲。鲍叔牙的这种洞察与信任，为日后管仲的崛起埋下了至关重要的伏笔。他理解管仲的抱负，也体谅管仲的困苦，这份情谊超越了世俗的衡量。管仲说，生我者父母，知我者豹子也。这份跨越贫富生死，超越一切功利的友谊，成就了千古佳话，这便是管鲍之交的由来。管仲早年曾随齐国的公子纠流亡鲁国。齐襄公24年，齐国发生宫廷政变，襄公被杀，诸公子争夺君位。流亡在外的2位公子，公子纠和公子小白，便开始了归国夺位的赛跑。公子纠有鲁国大军护送，声势浩大，而公子小白则从莒国秘密潜回。为了确保公子纠顺利登位，管仲在公子小白回国的必经之路上设伏截杀。那天，公子小白的车驾缓缓驶来，管仲张弓搭箭，一箭射出，正中公子小白的衣带沟，小白应声倒地。管仲以为大功告成，便迅速收兵，公子纠因此松懈，缓步向齐国进发。然而谁能想到，这竟是公子小白设下的一个惊天骗局。他并未死去，只是假装中箭躲过一劫，然后快马加鞭，抢在公子纠之前秘密潜回齐国，登上了君位，是为齐桓公。消息传来，公子纠与管仲如遭雷击，他们的命运在这一刻彻底被改写。齐桓公登基后，立刻发兵攻打鲁国，要求鲁国交出公子纠和管仲。鲁庄公面对齐国的强大攻势，不得不妥协。公子纠被杀，而管仲则被囚禁，押送回齐国。他从公子纠的得力臣子沦为阶下囚，前路未卜，处境艰难。谁能想到，这场绝境竟成了他命运的真正起点。在齐桓公准备处决管仲的时候，鲍叔牙向齐桓公进言，君上，您如果只想治理好齐国，那么有我鲍叔牙和高戏就足够了。但如果您想成就霸业，成为天下诸侯之首，那么非管仲不可。此言一出，齐桓公陷入了沉思。他深知鲍叔牙的为人，知道他绝非为了私情。他更明白，在那样一个乱世，想要成就霸业，非寻常人所能及。他想起了管仲射他的那一箭，虽然狠辣，却也显出其非凡的胆识与精准。他或许也好奇，究竟是什么样的人能让鲍叔牙如此推崇。最终，齐桓公采纳了鲍叔牙的建议，决定召见管仲。齐桓公平退左右，单独与管仲长谈。在这次会面中，管仲将自己多年来对治国方略、天下大事的思考，以及富国强兵、尊王攘夷等主张向齐桓公和盘托出。他的远见卓识、宏伟蓝图深深打动了齐桓公。他仿佛看到了管仲身上那种能够扭转乾坤的力量。
他做出了一个震惊朝野的决定，不杀管仲，反而拜他为相。这个决定不仅体现了齐桓公的魄力，更开启了中国历史上一段君臣相得、开创霸业的辉煌篇章。管仲为相后，齐桓公给予了他极大的信任和权力。管仲深知要实现霸业，首先必须富国强兵。他开始大刀阔斧地推行一系列改革，这些改革涵盖了经济、军事、行政等方方面面，几乎将其国从内到外进行了一次彻底的重塑。首先是经济改革。管仲深谙仓廪实而知礼节，衣食足而知荣辱的道理。他认为国家的强大必须建立在民众的富足之上。他推行了相地而率征的政策，改变了以往不分土地肥瘠，一律征收同样赋税的旧制。他派人丈量土地，根据土地的肥沃程度制定不同的税率，这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，使得更多的土地被开垦，粮食产量大幅提升。这一制度在当时兼顾了公平与效率，既减轻了贫瘠土地农民的负担，又确保国家从肥沃土地获得合理赋税。光靠种地还不够，管仲又盯上了齐国靠海的天然优势。他让官府组织盐工主盐，渔民制咸鱼，再统一调度渔盐物资运往列国。另外，他统一规范交易度量衡，降低关税，吸引商旅流通货物，使财源如潮水汇入齐国。在军事方面，管仲同样进行了深刻的改革。他将民政与军事紧密结合起来，打破宗族藩篱，按地域将国民编为轨里连乡的战争网络。乡的行政长官兼任军事将领，平时管理民政，战时则率领本乡的民众直接投入战斗。这种军政合一的制度极大地提高了军队的动员效率和战斗力。士卒们平时务农经商，战时则披甲上阵，保卫家园。这种制度使得齐国军队兵源充足，训练有素，而且因为是保卫自己的家乡，士气也格外高昂。改革的锋芒不仅指向经济与军事，更深入国家治理的基理。国家要变强，光有钱有兵还不够，还得有章法，有人才。管仲在这两方面也下了大功夫。他将齐国划分为21乡，其中战士聚居的15乡拱卫国都，工匠商贾6乡居于市井。工匠与商贾聚居一处，子弟自幼耳濡目染，自然传承父辈技艺与营生，形成了士农工商各安其业的稳定格局。一个国家能够如此细致地划分管理区域，并根据不同人群的特点进行治理，这背后是多么精密的顶层设计。管仲的改革能成功，不是因为他定了多少规矩，而是能顺应民心。他的税制改革让农民愿意种地，军事改革让士兵愿意打仗，人才改革让贤才愿意效力。正是这套富国强兵的改革体系，为齐国的对外霸业奠定了坚实根基。在内政逐步安定，国力日益强盛之后，管仲开始将目光投向了天下大事。他深知仅仅富国强兵还不足以成就霸业。在那个礼崩乐坏的时代，周天子失去了权威，诸侯们为了争夺土地和人口相互攻伐，同时北方和南方的少数民族也趁机侵扰中原，威胁华夏文明。管仲为齐桓公制定了尊王攘夷的战略方针。所谓尊王，就是维护周天子的名义上的权威。虽然周天子已经衰弱，但其作为天下共主的象征意义仍然存在。尊崇周天子，可以为齐国出兵干预诸侯事务提供合法的依据，团结更多诸侯。所谓攘夷，就是抵御少数民族的入侵，保卫中原文明。这既是齐国作为大国的责任，也是扩张自身影响力、树立威望的重要途径。尊王攘夷这4个字成了齐国称霸中原的旗帜，也成了管仲外交军事战略的灵魂。齐桓公采纳了管仲的建议，高举这面大旗，开始了一系列轰轰烈烈的军事外交行动。
公元前681年，齐桓公在柯地会盟诸侯，这是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盟会。在柯地会盟现场，曹沫手持匕首劫持了齐桓公，要求齐国归还侵占鲁国的土地。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令在场的所有诸侯和随从都惊呆了。管仲冷静地分析局势，劝说齐桓公答允。齐桓公虽然内心屈辱，但最终还是答应了鲁国的要求。此举，齐国虽被迫归还侵占的土地，却赢得了诸侯的信任与尊重。他们看到了齐桓公的大度和守信，也看到了管仲的智慧与长远眼光。管仲用一种以退为进的方式，为齐国树立了重信义的形象，为日后盟主地位的建立奠定了基础。随后，齐桓公又在管仲的辅佐下多次会盟诸侯，调解各国纷争，逐渐树立了盟主地位。其中最著名是公元前656年的少陵之盟。这次盟会的目标是南方的楚国。楚国当时势力强大，向北扩张，威胁到中原诸侯的安全。管仲亲自陪同齐桓公率领诸侯联军，浩浩荡荡地向楚国进发。楚国虽然强大，但在齐桓公的联军面前也不敢轻举妄动。齐楚两国在少陵相遇，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言语交锋。楚国使者质问齐桓公，齐楚相距遥远，互不侵犯，齐国为何兴兵而来？管仲挺身而出，振振有词地回应道：昔日周昭王南征未归，寡人特此问责，尔等竟连供奉包茅之礼也敢废止，因此齐国受周天子之命前来兴师问罪。这一番义正言辞的罪名听起来荒谬，但却巧妙地利用了尊王的大义，占据了道德制高点。楚国人无法辩驳，只得妥协。最终，楚国与齐桓公会盟，表示愿意向周天子进贡，并承认了齐桓公的霸主地位。少陵之盟是齐桓公霸业的巅峰，标志着齐国正式确立了中原霸主的地位。从柯地会盟的信义到少陵之盟的威慑，管仲用尊王攘夷的大旗，将改革积蓄的国力转化为天下诸侯的敬畏。除了南方，管仲还关注北方的戎狄之患。这些少数民族部落常常侵扰中原边境，抢掠财物，荼毒百姓。管仲主张对待戎狄不能一味的防守，而要主动出击，将其驱逐出中原。他协助齐桓公多次率军北伐，驱逐山戎敌人，稳定了北方边境。这些军事行动不仅保护了中原百姓，也进一步巩固了齐国作为华夏守护者的形象。在管仲的辅佐下，齐桓公九合诸侯，一匡天下，成为春秋时期第一位霸主。齐国国力达到鼎盛，威震四方。每当诸侯会盟，齐桓公总是坐于正中，诸侯皆恭敬侍立，听候他的裁决。而管仲则站在齐桓公的身后，如同定海神针，以他深邃的目光审视着眼前的天下大事。然而盛极而衰是世间不变的规律。管仲的晚年开始担忧齐国的未来，他深知国家的强大维系于贤臣的辅佐。齐桓公晚年身边聚集了易牙、树雕、开方这三个佞臣。易牙为了讨好齐桓公，不惜烹杀自己的儿子，做成美味奉献给桓公；树雕为了伺候桓公，阉割自己入宫；开方则为了奉承桓公，抛弃母亲和故国，10几年不归。齐桓公认为他们忠心耿耿，对他们宠信有加。管仲临终前力荐齐桓公，易牙、树雕、开方此三人绝不可重用。易牙为了满足您的口腹之欲，不惜烹杀亲子，连自己的骨肉尚且不爱惜，又怎会真正忠于您？树雕为了入宫侍奉您，不惜自宫，连自己的身体都残害，又怎会真心为您着想？开方为了讨好您，抛弃了自己的母亲和国家，连自己的母亲都不孝顺，又怎会忠于君上？管仲苦口婆心地劝说，
希望齐桓公能够认清这三人的真面目。他知道，这三人本质上都是为了私利，为了攀附权贵而不择手段之人。一旦他们掌握大权，必将祸乱齐国。齐桓公听后，虽然表面上答应了管仲，将三人驱逐出宫，然而当管仲去世后，齐桓公思念这三人的服侍，最终还是将他们召回。管仲去世了，他为齐国奋斗了近40年，将一个贫弱的小国打造成了春秋首霸，一生传奇而光辉。然而他终究无法对抗人性的弱点，也无法预料到自己死后齐桓公对他的忠告弃如敝屣。管仲的逝世是齐桓公霸业的转折点，也是齐国由盛转衰的开始。仅仅几年之后，齐桓公在三佞臣的把持下病重无人照料，最终饿死宫中。齐国也陷入了内乱，霸业随之衰落，再也没有恢复昔日的辉煌。管仲的一生是春秋乱世中一个普通人逆天改命的史诗。他出身寒微，却胸怀天下；他曾是阶下囚，却成了宰执天下的贤相。他用近40年的时间，铸就了齐桓公的春秋霸业，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格局。他的经济、军事、行政思想，他的尊王攘夷策略，他的仓廪实而知礼节的治国理念，影响了中国历史数千年。他不仅是齐国的救星，更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伟大改革家和思想家之一。他用行动诠释了，即便身处逆境，只要心怀苍生，胸有丘壑，便能扭转乾坤，成就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。他的智慧如日月之光，照耀着后世。战国学者将他的治国理念载入《管子》，其中以法治国等主张被法家学派吸收，为历代统治者提供了宝贵的治国经验。所以当你回望历史长河，每当提及春秋霸主，你绝不能忘记那个让齐国从东方崛起，让天下为之侧目的管仲。他用一生的奋斗书写了管鲍之交的千古美谈，也铸就了春秋首霸的赫赫功勋。他留下的不仅是齐国的霸业，更是乱世求变的永恒启示。真正的强者总能在困顿中破局，用智慧照亮时代的前路。